大眼神君听得沉寂下来，好一会儿才缓缓说道：太阳精火我是没有办法，但是配方我这里却有。韩道友难道忘了我当年灭杀的那名小鸡宫的副公主，其身世中恰恰记着此配方。老夫当时觉得有些稀罕，也就随手记下了。你若是真想炼制此灵药，我倒可以提供你的。前辈有此配方，这真是太好了，那晚辈先留着，也许以后真能用上呢。韩立听大眼神君如此一言，先是一惊，随后惊喜交加起来。有了回阳真水，他进阶化神期的机会自然大增了。那太阳精火根本不是我们这一届修士可以捕捉到的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太寄希望于此上了。否则北夜小鸡宫修士历代大神通修士持有此配方和寒髓如此多年，为何从未炼制成此灵水啊？大眼神君神色淡然，随后不等韩立说什么，竹筒中飞出一块淡黄色的玉简，他竟然这般短时间就将回阳水配方复印好了。多谢前辈，晚辈也只是怕以防万一而已。你的血晶球既然也是万年玄玉炼制而成的，若是能够掺入数滴寒髓进去，却可以将此宝灵性和威力都大增不少的，可不要忘记了。大眼神君最后又叮嘱了一句，随后觉得今日说的话足够多了，就此沉寂不语。韩立眉梢轻轻一挑，此话大眼神君不提，他也会如此去做。不过有一点韩立还是很好奇，就是这寒髓散发出的寒气如此可怕，不知能不能被紫罗极火吸纳融合，会不会让紫罗极火威力更上一层。心中如此想，韩立将玉碟中的银珠倒回小瓶，自己则毫不客气五指一张，顿时一团紫蒙蒙的火焰出现在手中，单手一翻，顿时紫色火球立刻化为了一层小巧的光幕，将瓶口封住。随后他另一只手一掐诀，口中低低念念有词，只见紫焰光芒一闪，在口诀声中，光幕上的丝丝火焰开始自行旋转起来，并且越来越急，越来越快。片刻后，一缕银灿灿的寒气从瓶口中缓缓冒出，梦幻般的艳丽。韩立口中一声低刹，扬手打出了一道青色法诀，光幕一闪，吸纳此法诀，当即一颤之下，重新化为一颗拳头大火球，那缕寒气被死死地包裹在其中，密不透风。随后韩立抬手间将小瓶重新盖上盖子，另一只手则冲紫焰火球一招，火球一闪之下，立刻射向了韩立。一张嘴，韩立竟直接将那紫色火球连同紫色寒气吞进了腹中，然后直盘膝坐在地上，缓缓闭上了双目。此刻在韩立丹田处2寸大小的元婴却睁开了双目，清澈异常。而在他身前，那颗紫色火球正徐徐转动，里面则有一点银团闪动不已。元婴眨了眨眼睛，当即小手一掐诀，身上青蒙蒙灵光大放，一道道法诀从手中击出，紫色火球轰的一下彻底燃烧起来，其体内的银色光团也同样化为了银色火苗，和紫焰开始交织融合起来。而外面的韩立本体面无表情，整个人彻底进入了入定之中，一动不动。韩立在屋子中一待就是一日一夜，那道观观主虽然是个凡人，但身处道门却也知道一些修仙者的事情，并隐隐猜出了韩立的身份，故而在此期间倒也没让人打扰韩立。当韩立在屋中终于睁开双目时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失望。寒髓中寒气竟然丝毫无法被紫罗极火融合，看来此物现在只能当做材料来使用，还是用来将血晶珠重新炼化一下吧。韩立无奈低语一句，立即一张嘴，顿时喷出了一声轻响，一颗晶莹剔透的圆珠从口中喷出，悬浮在身前数尺。看着眼前之物，韩立一抬手，将那只盛放寒髓的小瓶出现在手中，手指拂过，瓶盖自行飞起，另一只手马上冲着瓶底一拍，顿时一滴银珠从那瓶中飞射而出，一下没入了血晶珠中，不见了踪影。韩立也不多说，两手一掐法诀，又一缕青色阴火从口中喷出，
瞬间将圆球包裹其中，迅速燃烧起来。平静地看着火焰中的圆球，韩立再次的闭上双目，重新炼制此珠，倒也不用花费多少时间。在大拍卖会召开前，足够将血晶珠炼制完毕。心中这么想着，他用神念操纵着那一缕萤火，开始一点点的凝练眼前的宝物起来。就在韩立一心凝练宝物之时，晋京北部的皇城一角，一座气势雄伟的府邸中，一位身穿单薄青衫的年轻人站在一座石亭内，双手倒背欣赏着亭外的奇花异草，一脸惬意之色。忽然间，此人神色一动，脸庞蓦然转了过来，露出了此人的真容，相貌容颜竟有7分和韩立相似，唯一不同之处，此人有一对毫无感情的冰冷眼珠。而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花园入口处有脚步声传来，接着一名乌冠锦袍的老者出现在那里。他抬手正好对上了青年一对亮晶晶的眼珠，不禁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，心中一惊。好在青年目中冷光一收，马上变得普普通通起来。我知道是谁，原来是云逸道友。道友到此是找韩某吗？韩长老，近日我们安插在几处坊市的探子传来一个消息，也许韩长老会感些兴趣。消息？你知道我一向对身外之事不感兴趣的，也不负责任和具体的事情的。道友若是有事想让我出手，只需让叶长老给我说一声即可了。若是其他事情，袁某自然不会打扰韩兄清修，但是这个消息和道友有些关系。和我有关？难道你们找到那个人了？不错，我们的确有此人的消息。据说鬼罗宗的一些修士突然间在京城几处坊市中悄悄地寻找此人，这是他们所画的那人画像，和韩长老所说那人应该是同一人才对，不过还是需要韩长老亲眼看看。乌冠老者一抬手，一块白色玉简从袖中飞出，青衫青年阴沉地伸出手，将那玉简吸入手中，神识立刻沉进里面，仔细地扫了一遍。不错，正是他不假。有没有消息说阴罗宗的人为何找他？这个还没有消息，不过阴罗宗在京城中所有元婴级的长老却突然都聚集到了一起，不知是否与此人有关。韩长老，你说这同名的修士是你一位大仇家，并让族内帮你寻找此人，故而二长老已经决定，此人就交与韩兄处理，不管韩长老采用什么手段对付此人，只要这人不会干扰大拍卖会的正常进行即可。毕竟这次拍卖会叶家也有几件东西一定要拿到手，叶长老不希望出现任何意外。哼，只要能有此人确切消息，我会让他从这世间消失的。不过族内帮我搜集的魔器不知到底找到了几件，我会加入皇族供你们叶家驱使，可是有此条件在先的。韩兄放心，魔器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各地注意这东西的下落，先前不是已经帮助道友找到了一件吗？至于其余魔器的到手则是有些麻烦，还需要花些时间。我不管你们如何帮本人找到魔器，我为叶家效力20年，20年后我必须看到说好的几件魔器必须出现在韩某的手中。这个自然，我们叶家既然答应韩长老，就绝对不会食言。韩长老先安歇吧，一会儿有那人的准确消息，我马上会告知道友。乌冠老者皮笑肉不笑一抱拳，终于告辞离去。青年望着老者身影从花园门处消失了以后，脸上冷笑一声，随后想起了什么，袍袖轻轻一抖，一口金光闪闪的小剑蓦然出现在手中。小剑通体被数根黑丝缠在其中，但却灵性十足，弹跳不停，一副想要挣脱的样子。但这些黑丝却不知是何物所化，任凭金剑挣扎，却总是牢牢地粘在剑上，死死地捆缚着。青年眉头一皱，突然一张嘴，一口黑血喷出，将金剑洒了满身。金剑顿时一声哀鸣，马上灵光暗淡，但仍然不服气地低吟个不停。这是麻烦，一口人界飞剑还这么难以抹去灵性，要不是看中了此剑是用金雷烛炼制成的，
又何必花费这般大的心思？不过既然你主人已经到了普京，这倒是难得的机会，只要灭掉他，不但可以报了诛杀主魂，让我无法恢复全部修为之仇，飞剑也立刻成了无主之物，收服起来就轻而易举了。青年说着，面上煞气一闪，瞳孔深处隐隐泛出黑紫两色一芒，整个人骤然间变得妖异鬼魅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府邸中另一处偏僻角落的阁楼中，有两女一男正坐在一张圆桌四周交谈着什么。其中一人正是那名从青年那边回来的巫冠老者，另外一名男子则是位面容威严、腰缠玉带的中年人。那名女子竟是以前在黄清观观中出现过的美艳妇人，只是这时她神色肃然，正听那巫冠老者讲述和青年交谈的过程。这么说，韩长老一口就答应了下来。不错，而且韩长老一听是同名之人的消息，虽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，但是眼中的杀气绝对是真的。看来其所说和那人有仇，应该不假才是。可是这两人不但名字一样，连相貌都如此近似，而那一位韩立不久前还混入我们皇族修士栖身的黄清观中，不知有何目的，是不是针对我们叶家来的？如今他又被英罗宗修士这般郑重的暗中追查，我总有些不踏实的感觉。里面当然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何必管这么多事情？只要韩长老不是佛道等宗门派来的卧底，能全力协助叶家完成大事，我们就无需分心，事事都寻根问底的。这位韩长老不但修为不弱，对上古一些秘闻秘事更是知道甚多，是我们数年后执行必不可少的助力。在此之前，一定要全力笼络住此人。另外，对那和韩长老同名之人多加留心些。能让阴罗宗如此郑重对待的修士，肯定有不凡之处。既然无法肯定此人是不是针对我们叶家来，有机会的话，还是派人协助韩长老将这人尽快铲除掉的好。二长老此言有理，不过这位韩长老也有些邪门，我总觉得其似乎对我们隐瞒了真正的实力，还要我们帮其收集魔气，这种伤人伤己的法器，实在是让人难以明白其心中真正所想。我认为对此人同样要多加戒备。这个为兄自然心中有数，除了我们叶家本族核心长老外，我不会相信任何一个外人，更不会向他们透露我们的真正计划。于贤弟尽管放心就是了。现在关键的是，这次拍卖会我们需要拿下的几件东西，一定不能让其他势力发现是我们出价拍卖的，否则他们要么会出手存心进行破坏，要么从这些材料上说不定会推断出1-2分我们的计划来，绝不能出现这种事儿。所以这一次你们一定要将此事安排妥当，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错过了这次拍卖会，没法收集全材料炼制出那几件法器的话，我们数年后的取宝之行就无法顺利进行了。